一袋过期的食品可以毁掉一个品牌，那为什么很多食品明明没有过期，却还是出现了提前变质，要么压根儿不新鲜呢？它们的标注是不是掺了什么水分？逛超市时随手拿起一包饼干，扫一眼包装上的保质期，到2026年8月15号，放心放进购物车，打开冰箱，发现上周买的酸奶已经过了保质期3天，果断扔进垃圾桶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食品包装上的保质期就像一道生死线，没到线吃着安心，过了线再贵也得扔。但你有没有过这种疑问？同样是冷藏的牛奶，明明离保质期还有1周，却已经结块发臭，那么食品袋子上印的保质期到底保的是质，还是只是个仅供参考的数字游戏呢？首先咱们得先搞清楚保质期到底是怎么来的。很多人可能觉得保质期就是厂家拍脑袋定的一个数，或者是为了让大家早点买新的故意写短的。但实际上，正规厂家的保质期还真不是随便编的，背后有一套挺严谨的流程，专业说法叫货架期试验。简单说，厂家在生产出食品后，会把样品放在模拟日常储存的环境里，比如常温、冷藏、避光这些条件，然后定期拿出来检测。检测什么呢？比如微生物含量、感官指标、理化指标。等到这些指标里有一项快要不符合国家标准，或者明显影响食用体验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就成了我们看到的保质期。举个例子，一包真空包装的卤味，厂家模拟常温储存，每周检测一次细菌数量，发现第90天的时候，细菌数量还在安全范围里，第91天就超标了。那这包卤味的保质期可能就会定在90天，而且为了保险起见，厂家一般还会在实际检测出的期限上再打个折，比如实际能放120天，可能会标100天，避免因为运输、储存过程中的意外情况影响食品质量。这么看来，保质期好像还挺靠谱的，但为啥我们实际生活中总会遇到超期还能吃，或者没超期就坏了的情况呢？这就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，保质期的前提条件，储存条件。你仔细看食品包装，除了保质期，一定会跟着一行小字，比如请于阴凉干燥处存放，冷藏0到4摄氏度保存，开封后请尽快食用。很多人忽略了这行字，把保质期当成了无条件的承诺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。比如买了一包需要冷藏的酸奶，结果拎着购物袋在太阳底下走了2小时才回家，然后又随便放在客厅里，忘了放进冰箱。这种情况下，酸奶里的益生菌早就开始疯狂繁殖，可能不到保质期1半的时间就变质了，这能怪保质期不准吗？显然不能。再说说那些超期还能吃的情况，最典型的就是冷冻食品，比如冻肉、冻饺子，包装上标着保质期12个月，但你放冰箱冷冻室里放了15个月，拿出来解冻后发现颜色、气味都没问题，煮了吃也没毛病。这是因为冷冻温度能极大的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，食品的变质速度会变得非常慢。厂家定的12个月保质期，保证在这个期限内食品的口感、营养都能达到最佳状态，超过这个期限可能只是口感变差了，比如冻肉会变得有点柴，但不一定就不能吃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临期食品，现在很多超市都有临期食品专柜，价格比正常的便宜很多，深受消费者欢迎。但很多人对临期食品有顾虑，觉得快过期了肯定不好。其实只要是正规渠道的临期食品，并且储存得当，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。因为临期食品还在保质期内，厂家依然要对其质量负责，而且超市为了处理临期食品，通常会更加注意储存条件，避免食品提前变质。不过购买临期食品也有讲究，比如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好，有没有破损、胀气。要选择储存条件好的超市，避免买到因为储存不当已经变质的临期食品。说了这么多，咱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，食品袋子上的保质期保真吗？答案是在正确储存的前提下，保质期是相对真实的。那么会不会有厂家提前做好食品，需要供货时再打印最新保质期日期呢？这种情况理论上存在，但绝对是违规操作，而且正规厂家基本不会这么干。从法律层面说，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和相关标准都明确规定，保质期必须真实标注，不能篡改、伪造。一旦被查出这么干，厂家会面临高额罚款、停业整顿。不过要注意，有些小作坊、不正规的小厂家可能会钻空子这么操作，所以在买食品的时候，除了看保质期，最好再留意一下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是否清晰，尽量选正规品牌、正规渠道购买，避免买到这种改期食品。下次逛超市，别再只盯着保质期看了，多摸一摸包装，闻一闻气味，比什么都靠谱。毕竟吃到嘴里的东西，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